那么在之前啊，我们谈到了不同微烂之间如何去进行一个互访。那么我们在谈到不同微烂的互访的时候，谈到了3个方面，对吧？3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每一个路由器用一个端口啊，路由器上每一个端口去连接一个这个微烂。那么第二种办法呢是路由器的只用一个端口啊。第一种办法是路由器每一个端口，第二种办法是路由器只用一个端口去连接交换机的trunk口。那么在trunk口上面啊，我们可以去配置所有的这个微烂，然后这个叫做单臂路由。第3种方式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在这个网络里边，我们使用3层交换机，用这种微烂 interface 的方式来完成这个路由。当然，我们要用3层交换机。好，那么在说完微烂之间的互访以后，那么下边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什么呢？再来看到的就是说，当你的网络再大一点，发现呢这2个部分或者说2个 IP 网段已经没有在同一个 LAN 里面，或者说不在同一个或者叫做同一组交换机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完成什么样子的这个配置才能让不同的网段进行通信呢？那这里面依然用到的是路由技术啊，多个访问之间、多个网段之间的访问，我们依然要用到的是静态啊，我们依然要用到的是路由技术。那么我们首先来介绍静态路由。对于这个我们在说到的微烂之间的互访啊，更多的时候我们说在一个局域网内，那么微烂之间的互访，我们通常呢用到的也是路由，但是那个路由呢是我们在说到的路由条目啊，或者说路由技术里面我们叫做第2层网络发现的路由，叫做直连路由。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个比那个稍微大一些的网络，这个呢叫做静态路由。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静态路由。第一个呢，就是静态路由呢是由管理员手工配置的啊，就是你作为一个网络管理员，你要自己去配置这个路由，配置极其简单啊，相对来说配置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呢命令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它有缺点，什么缺点呢？之前我们也说过，需要个人啊或者说人工去维护。当一个网络的故障发生了以后啊，出现了一些问题的后，静态路由一般不会自动的去发生改变，需要你自己去完成一个静态路由的修订。而且当你的网络变得比较麻烦的时候啊，变得比较复杂的时候，那么你的静态路由写起来就会非常非常的乱。所以说静态路由呢，只适合于拓扑结构相对简单的网络。通常我们的静态路由只适用于这个非常非常小型，而且呢它的连接啊，每一台设备的对外的连接不会超过2条线路。即便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一些问题的。好了，下面首先我们先来看我们的环境。那么我们之前说到的啊，在这个里边是这边有一个交换机啊，或者比如说我们可以画一个3层交换机，下边呢这是微烂10，这是微烂20啊。我们先来看微烂10和微烂20，然后我们把这重新写一下啊，这是微烂20。好，然后呢说这个部分也有一个建筑，也是一个交换机，那么它也有微烂10和20。注意，它们2个之间连起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注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首先第一点，如果说这个微烂10和这个微烂10是需要相互访问的，它们2个是一个部分的，那么你中间这条链路必须做成 trunk 链路啊，中间这条链路必须做成 trunk 链路。也就是说，这个微烂10和这个微烂10是一部分，这个微烂20和这个微烂20是另外一部分。那么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相互连接用的是 trunk。虽然说是3层交换机，因为我们说过3层交换可以满足2层的所有功能啊，所以说它这个地方要做成 trunk。但是如果说这是微烂30和40呢？好，我们来看到，如果说这边变成了微烂30和微烂40，那么也就是说这4个微烂没有相互之间的这种同一个部分的这种需求了。
就没有 VLAN 内的互访需求了。那么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依然把它变成 trunk 的话，这里边会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这台设备上必须有10跟20，也得有30跟40。注意啊，如果你的这台设备上没有 VLAN 30和40，那么30有很多东西就访问不过来了。有很多东西就访问不过来，因为你这是一个 trunk， 我们认为 trunk 是一个2层链路，它一定要看 VLAN 标记的。2台设备上面都需要有所有的 VLAN 才可以。那么，如果你把这2台设备换成路由器，你把这2台设备换成路由器，这个地方接一个交换机是 VLAN 10，这个地方接一个是 VLAN 20，这是 VLAN 30，这是 VLAN 40，一个接口一个接口连接一个这个 VLAN。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交路由器和路由器之间就不可能配 trunk 了就不可能配 trunk 链路了。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就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是 IP 的路由我们就需要通过网段进行转发了。同时，如果是路由器的话，那么我们这边是用 VLAN 30还是 VLAN 40，其实就没有关系了，因为这边的 VLAN 特性和这边的 VLAN 编号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局域网只限定在哪儿呢？只限定在一个小范围内，只限定在一个小的范围内。那么在跨过路由器的时候，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来说，路由器会把你的 VLAN 终结掉，就是说，过了路由器以后，路由器是一个3层设备，它要处理的是 IP 报文，那么它会把你的 VLAN 给你终结掉。那么如果它把你的 VLAN 终结掉，就是说它不再处理 VLAN 的消息，或者说它在转发出去的时候不再带有任何的 VLAN 消息的话，那么 OK， 路由器上面后边的就是一个局域网可以划分 VLAN， 这边是另外一个局域网可以划分另外的 VLAN。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公司，它可能连接了某个运营商我们叫做 ISP， 然后呢，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公司，2个公司通过运营商相连接，每个公司呢都有一部分公网 IP 地址，然后自己呢在这里边有很多的交换机，然后画了很多的 VLAN。这儿也是有很多的交换机我们简化一下，画了很多的 VLAN。那么画完这个 VLAN 以后，他们想通过运营商进行互联怎么办？那么必须是用路由器必须是用路由器进行连接，然后路由器通过 IP 路由发给 ISP 会发给这边发给运营商，运营商来帮你们交换。那么在这一个部分里边，我们完成的就是 IP 的路由，纯 IP 的路由，没有任何 VLAN 信息。说为什么会没有任何 VLAN 信息呢？因为 VLAN 信息的数量太小了，太有限了。VLAN 只有4094个。如果你希望这4094个不重叠的话，那么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现在的网络里面，想想看 ，IP 地址有几十亿个。那么依然现在描述的是不够用的，那么你4000多个 VLAN 编号肯定是不够用的，所以说在这个里边，我们说这边的 VLAN 和这边的 VLAN 没有任何的关系，这边有个 VLAN 10，有个 VLAN 20，这边也有 VLAN 10，有 VLAN 20，它这个 VLAN 10和这个 VLAN 10是不能够直接通信的，注意我的用词是直接通信，你们2个想通信怎么办？通过 IP 来完成。那什么叫直接通信呢？就是不通过 IP 地址也可以完成的通信，就叫做直接通信。比如说 Windows 的这个网上邻居，如果你们大家都接在同一个 VLAN 里边，或者同一个交换机上面的一个 VLAN 下，那么事实上，如果你的安全策略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话，你直接可以看到的一个效果是，你的这个VLAN。这个叫做直接通信，而对于这个
这个里边啊，VLAN10和这个 VLAN10，由于它们要通过的是路由器，通过 IP 来完成通信，所以说这个直接通信就被干掉了，这个叫做3层的通信了，啊，那个叫做2层的通信。在这个里边，我们就要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个路由器如何来知道这边的网段，然后如何去走啊？如何去在路由表里面去添加？因为我们之前谈到的路由表里边，第一种方式叫做直连，叫做链路层发现的路由，叫做直连路由。那么在直连路由的时候，是你一个接口上配一个 IP， 它发现一个 direct； 一个接口上配另外一个 IP， 发现另外一个 direct。那么现在对于这边的网络来说，没有一个是直接连接在这个路由器上的，啊，对于左边的网络来说，也没有任何一个连接在右边。那么你的路由器是不可能通过链路层去进行发现的。那么你链路层不发现，路由表里面首先就不会有，你必须去用别的办法让你的路由表里面有对端的这个路由信息，然后你才能够按照你的路由表进行转发。那么下面我们来看静态路由，啊，使用静态配置的方式来完成这个线路的或者说这个路由的添加。好，那么我们给出的这个范例还是比较简单的。首先啊，有2个路由器，一个叫 A， 一个叫 B。每个路由器后边呢，这个地方啊，它是其实是接了一个网段，但是呢，我们把这个 IP 地址啊，这个其实是一个还回口，还回口呢，我们后面再说。那么它其实呢，就是说表明我这儿接了一台主机也好，还是一个网段也好，反正我这儿接了一个设备 10.1.1.1 啊，这么个地址。然后呢 ，B 后边也接了一个20.1.1.1，然后这2台路由器还没通过运营商就连起来了，他们2个用以太网啊或者用串口就可以连起来。连起来以后，我们来看。那么，在一个路由器上配置相应的 IP 地址，比如说这个接口配20.1.1.1，这个接口配10.1.1.1，然后中间这段链路 1.1.1.1 和 1.1.1.2。当然，这个地址啊，其实我并不推荐大家这么用啊，我们怎么也得写个什么192啊，或者写个什么100啊，这个 1.1.1.1 这个地址啊，还看起来还用的不是特别多，现在。好，不管怎么样，反正你把 IP 地址配好，这个 1.1.1 是能用的，只不过不建议这么用而已。好，那我们把地址配好，配好以后，你会发现在 A 上面会出现2个直连路由，链路层发现的，一个是10.1.1.1/32，一个是1.1.1.0/24。在 B 上面也会发现2个直连路由，一个是1.1.1.0/24，一个是20.1.1.1/32。啊，会发现这2个直连路由，但是 B 上面是不会有10.1.1.1的 ，A 上面也不会有20.1.1.1，啊，因为这个东西都不是他们的直连。那么你想让 A 去往20.1.1.1，或者说想让 B 去往10.1，那么你怎么办呢？静态添加路由表项目。所以说这个命令是这样的。IP root static， 注意，想要添加一个静态路由，或者说在路由表里面添加一个静态表象，那么就是这条命令。这个叫做命令啊，这个叫做命令 IP root static。我要在我的 IP 路由表里面添加一个静态表象了，然后下边这个地方目标掩码，注意这俩搁一块儿。这俩是一组啊，搁一块是一组。10.1.1.1 是你的目标网段，或者叫做目标地址，或者叫做目标范围。后边的这个掩码啊，4个255是跟它去匹配的，因为在我们的路由表里边，啊，第一个字段就是 destination-mask， 对吧？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路由表象里面，第一个字段就是 destination-mask， 就是这个东西。你想要访问谁，你就把目标的那个网段和掩码写在这儿。啊，我现在明确的想访问这个东西，对吧？那么就是目标是10.1.1.1，斜杠32换算成掩码就是4个255。注意，这个叫做 destination-mask。然后我们再来看。destination 这叫 mask，
后边的这个 1.1.1.1 是什么呢？后边的这个叫做 next hop。啊，下一个地址，这个不是自己的了，是谁呢？是跟你连接的，就是下一个路由器。你要让谁帮你去完成这个转发，你就写谁的跟你连接的那个地址，啊，你就写谁跟你连接的那个地址。你让谁帮你转发，就写谁的地址。那么这个叫做下一跳 （next hop）。啊，这是第一种写法。其实呢，还有另外两种写法。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把4个255简化成32，啊，延码位数是32嘛，所以说呢，在这儿呢 ，destination 和 mask 我们就写成10.1.1.132，啊，这两个是等价的，然后后面依然是下一跳地址啊，1.1.1.1，这是第二种写法啊，在我们的华为的设备上可以简写啊，你的延码位数直接写成这样就行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儿了，就是把这个东西。斜杠拆掉，然后抄成2个部分写在这儿就完了嘛。你想去哪个目标网段，你就怎么写。第三种方式，注意还是这样的一个写法，前面这个 destination 和 mask 不动了，后边这儿写 S0，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叫做出口，或者叫做出接口。啊，这个写法叫做出口。或者叫做出接口，这个出口是自己的。注意，下一跳地址是对方的，下一跳地址是对端的。你看 B 的这个接口的地址是 1.1.1.2， 而 A 是 1.1.1.1。看我们是在 B 上面啊，看我们是在 B 上面。那么在 B 上面写下一跳要写对方的。但是如果说你说我要通过这个接口把这个路由、把这个数据报文发出去，那么你要写的这个接口可是自己的。注意，在这个里边啊，两边都用 S0 了，可能会比较混乱。但是注意，这个接口是这儿，是自己的，而不是对方的。因为你用 S0 跟人家连，人家如果有4个接口 ，S0、S1、S2、S3 4个接口都一样。那么人家用哪个接口跟你连，你定不了，所以说你必须写自己的接口。啊，这是我们所说的静态路由的3种写法。第一种，啊，前面都一样，命令都一样 ，IP root static， 可以看到，就是说你想配置静态路由，必须这么写。然后第一种写法，目标地址延码下一跳地址。第二种写法。目标地址延码位数下一跳地址。第三种写法，目标地址延码位数出方向的接口，这个接口要写自己的。在这个地方要多说一句的是，如果说你用到的是串行链路，或者比如说 S 口叫串行链路，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可能会用到 POS， 或者叫做 SDH 接口。那么这2种方式的接口呢，我们一般呢这个接口的封装类型后面我们会谈到它是点到点的，那么你可以写这个。如果说这是一个以太网口，不建议写这个玩意儿，不建议写接口，而是直接建议大家写下一跳地址。以太网接口建议大家写下一跳地址，而不写出方向接口。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静态路由的配置几种配置方式。当我们配置完其实是3种方式，在这个里边任取其一即可。当你不管用哪种方式配置完了以后，我们都会发现是这样子的，在路由表里面多出来一条 10.1.1.1/32，就是刚才你写的这个destination 和 mask， 然后下一跳地址或者是接口2选1反正这个地方我们华为的设备都会给你列出华为的设备都会给你列出。再然后看中间这3个值 protocol 从哪儿来的
啊，从哪儿来的？协议就是说这个路由信息的来源是什么 ？static 静态，说明这是一个静态配置的路由条目，啊，手工配置的。然后优先级60，这个是华为的 VRP 所默认的一个优先级啊，静态路由的优先级默认都是60，开销等于0。注意，这是管理员自己配置的路由，所以说这个路由是没有开销的。不管远近，你都给我往那个方向走。所以说它的开销值，静态路由的开销值永远是0。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路由表里边的6个参数选项，啊 ，destination mask、protocol、preference、cost、next 和 interface 这6个选项里边，第一个是你必须要写的，后边2个你可以选其一。然后中间这3个协议、优先级和 cost 是自动系统帮你生成的，你不用去写它。当然，后面我们会说到优先级也可以去写啊，那个叫做备份路由了。好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静态路由的起因啊，静态路由的用处和静态路由的配置方式。我们休息一下。